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48岁的男子深夜脑梗离世，提醒晚上不要做4件事，加大了脑梗的风险。晨起5点多，小区里鲜有人影，只听见几声的救护车的鸣笛声，不一会儿从一栋楼里抬出一个担架，上面覆盖着白布，身后跟着一个悲痛万分、面色发白的中年女性。原来躺在担架上的是48岁的李先生，身后跟着的是他的妻子。平常家里就2口之住，有个孩子在外地工作，逢年过节才回来。前晚2口子因琐事吵了一架，就分房睡了。睡到半夜4点多的时候，李先生的妻子听到电视机还开着，进去骂了2句，发现丈夫没有动静，一摸才发现李先生的身体都凉了，没有呼吸，便赶紧地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医生诊断李先生死于大面积脑梗，去世至少有2个小时了。看着和自己同床共枕20多年的丈夫骤然的离世，一旁的妻子止不住的痛哭流涕，不断的在自责道：如果不是我老是给他做红烧肉、扣肉和肉水饺，他的高血压就不会一直的控制不稳定。如果前晚我没有跟他怄气，他就不会走了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他。脑梗来临前会有一个小中风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球每6个人中就有1个患有脑卒中，平均每6秒钟就分别有1个人因脑卒中而永久致残或者是死亡。而我国的成人的脑卒中发病率为 39.3%， 无论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位居全球第一。脑卒中是我国目前致残率和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疾病。脑卒中分为缺血性脑卒中，也就是脑梗死，和出血性脑卒中、脑出血。临床上超 70% 的卒中都是属于脑梗。脑梗被称为是脑梗塞缺血性脑卒中，是指多种原因导致脑部血液循环障碍，且局部的脑组织缺血、缺氧、坏死，从而出现了相应神经功能缺损的一种综合症。发表在《柳叶刀神经病学》的杂志上的一项研究，通过了对32个国家13604名卒中的患者和13407名对照者来分析，发现造成脑梗的10大危险因素分别是高血脂、吸烟、心脏疾病、酒精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缺乏运动、饮食、腹型肥胖和心理因素。大多数脑梗来临前，身体其实是给过我们反应。一项长达66年的调查研究发现，有1/3的人在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后会发生脑梗，有 40% 的患者在发作后的3个月内会出现脑梗。因此短暂性的脑缺血被称为是小中风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教授陶玉倩来介绍，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生后，可能会出现语言障碍、说话不清楚、肢体麻木无力、视物模糊或有重影、头晕、行走困难等的症状。不过这些症状一般会在1个小时内缓解，因此也很容易被忽视掉。所以一旦出现上述的这些短暂性的脑出血的症状后，不要犹豫，及时的去医院就诊排查，因为发作后1天内进行评估诊断和脑梗预防治疗，能够降低其发展为脑梗的风险。睡觉的时候出现5种异常，警惕脑梗来临。脑梗以其高致残率、高致死率的让很多人都谈之色变，但其实脑梗来临时并不是悄无声息的。如果睡觉的时候出现下面的异常症状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尽快的就诊排查，以免耽误病情。头晕头疼。如果睡觉的时候出现不断的进行性的发展的头晕头疼症状，而且与平常不同，更为剧烈刺激头痛，看东西天旋地转，要警惕脑梗来临。这是因为脑组织缺血引发的血管痉挛，从而诱发了头晕头疼症状。肢体麻木。
脑梗来临后，一旦一侧的头部神经受到了压迫，就可能会导致另一侧的身体发麻或者是无力。如果睡觉的时候突然一侧的身体发麻不适，语言不清，那就要警惕是脑梗。3. 短暂性的双眼黑蒙，晚上睡觉时突然两眼发黑蒙，视物不清，要警惕颈内动脉的眼动脉的供血不足，从而引发了视网膜的缺血。虽然一会儿就可能会缓解了，但如果经常出现就要提高警惕。4. 频繁的打哈欠，睡觉时频繁打哈欠，而且总是感到全身无力或者是嗜睡，有明显的头晕症状等，就要警惕脑部严重的缺氧，是脑梗的前兆，要重视。5. 频繁的流口水，频繁在睡觉时流口水，可能是局部脑组织缺血所致，一般可能会伴有嗜睡、头疼等的症状，若还伴有嘴角歪斜等症状，要警惕脑梗来临。3. 深夜别做4件事，可能会增加脑梗风险。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会增加脑梗的发生风险。下面这几件事平常一定要少做，小心被脑梗盯上。1. 习惯性熬夜，经常的倒夜班的护士等习惯性熬夜的人群，患脑梗的风险会增加，可能与睡眠不足时大脑的代谢废物清除下降，炎性物质水平增加有关。2. 爱吃宵夜，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晚上暴饮暴食，爱吃宵夜，食用高糖、高盐、高脂肪的食物，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就会影响血管的健康，更容易的被脑梗盯上。3. 生气，生气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，心率加快，血压升高，从而加重了心脑的负担，更容易的被心脑血管疾病盯上。4. 吸烟喝酒，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指导规范的2021指出，吸烟会使缺血性的脑卒中风险增加 90%， 而一项针对我国男性的研究发现，大量饮酒的人脑卒中发生的风险比少饮酒或者是不饮酒的人增加了 22%。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喝酒、不吸烟。4. 预防脑梗，从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。1. 白开水是最好的水分补充来源，不管是天然糖还是合成糖，含糖饮料都应该尽量的少摄入。2. 对于成年人，应该每天保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3. 避免长时间久坐，建议每工作1小时就可以站起来活动2到3分钟，同时每周要进行至少2次，每次30分钟以上，强度中等以上的运动。4. 平衡膳食，控制体重，避免热量摄入超标，高盐、高脂、高糖的食物都要避免。5. 戒烟戒酒，百利而无一害。6. 定期体检，及时的治疗心房颤动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脑梗基础疾病。以上行为不仅仅针对脑梗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提高生活质量，对于其他的疾病的预防也会有帮助。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